我们来打个底色啊，这是太白，再安排上一点儿三绿，我们再安排上一点儿胭脂啊，再来上一点点的胭脂，然后呢，开始调一下颜色，先来调上底色啊，白色，我们加一点三绿，稍稍来一点胭脂，不要太多啊。哎，多了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在里面稍微再加一点白粉啊，这个是太白，里面加一点太白色。本身胭脂色是紫红色的，它不是黑色的啊。胭脂本身它是紫红，所以画牡丹呢离不了胭脂。本身这个胭脂色就很高贵啊，它怎么说呢？很典雅啊，胭脂色。但是，一般情况下，我们会把它选择用在笔尖处来加重红色。其实，你要是单独一画它，它魅力很大啊。稍微加点压压它的绿色。这是我们调好的底色。太白呀，不要太多啊，多了它会发硬，然后你画出的颜色会很板。胭脂安排上了，玫瑰安排上了，我们再来一点曙红，放中间，是吧？太白、三绿加胭脂，玫瑰、曙红、胭脂啊。那我们就开始画吧。咱们来试试啊。先来调颜色啊，一层又一层。我们今天说了，想画个淡色的牡丹，这肯定啊颜色不能加重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虽然颜色很眼熟，但是呢画出的效果它不同啊。我们要学会灵活运用啊。好，过渡淡淡的玫瑰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先把花瓣画一个。毛笔我们来个第一次啊，我们来个轻薄一点的，你看薄花瓣啊，不画厚的啊。因为我们想要灵活运用啊，这个角度你是不是得给它稍稍的可以改变一下，对吧？笔尖加强过渡好，调的时候要有耐心，稍微加一丁点的曙红也是可以的啊，没问题。我们画了一个，旁边添一个小的啊，这个时候你可以朝上走，你看入指向上来，这个牡丹很浅是吧？粉色的牡丹啊，在毛笔，你看啊，我们在入指向下压，抬起来，可以给它来点小造型。好，你这个运笔可以在下面呢练习练习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啊，咱们把这个中间处这一点，可以再安排一个，又来了，朝上走啊！你看，别管它是画成三角形还是啥形，你只要明白你画的是哪一部分就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再往下来啊。不想画这个小心一点的，你就大胆拖笔往下压，往外拖啊。在它的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抹一笔，把它给切开，因为这两个你看它太突出了，是不是？我们都说了，遇到问题解决问题，来。所以说遇到一个
有一个尖角的问题，我们就去要给它解决了，破开。好，在上面了啊，再来浅色的。当你画这种浅色的时候，你选择很多，可以一边淡，或者上边重下边淡，下边淡上边重，是吧？这个花型都有的啊。好，再来笔根处蘸上我们调好的底色，再接着来水分不宜过大啊。才开始我们就以淡色的形式来做表现。这个时候我们注意一点呢，如果说你想让你的花头内容丰富，你是不是可以考虑有点薄的有点厚的花瓣诞生了啊？是不是跟早上讲的稍微有点不一样啊？不过呢，归根结底啊，都是一个意思。你就想着这个花瓣啊，我们要让它有一些薄的，有一些厚的。我们现在要画的这个是粉粉嫩嫩型的，因为这个有粉牡丹啊，粉牡丹也有。这个花心还要不要啦？我们也可以考虑不要花心啊。笔尖再来加重，过渡好。对啊，哎，性子急就画的快一点，颜色只要调好就可以了啊。这个画牡丹不分性子急不急，只分你懂不懂。懂了之后，大胆落笔啊，分分钟就画好了。不懂的时候，可能我们要考虑一下，哎，往哪儿加呀？这个，好，这些都很正常啊。来，向上走，每画一笔，我们都知道哦，画的都是背面的花瓣啊。所以说，来，好，破一下啊，再来。对，啊，你看这里呢，我们刚才说也不要花心了，那咱给它再处理一个吧。毛笔我要过渡好颜料，粉粉嫩嫩的小牡丹，我们先来画啊。现在就是手掌心这么大啊，目前是手掌心这么大。毛笔侧锋向外滑，不行，我们再来加上一笔，给拐过去了啊，让它方向不一啊。虽然大小不同，但是方向不一啊。谢谢我一直点赞的家人们，能够感受到老师们的热情助力，谢谢啊。我们一边画一边说。你看画到这里了啊，我现在画的不快。那个我们毛笔再去蘸颜色，来画点小花瓣，你可以考虑处理一下细节。对啊，如何让你的牡丹画起来不腻呢？就是你变着样画。你把这个技法掌握到之后，你就变着样子画。你说我要是这样画，老师讲了这样画，我也去试试，你会发现每天都有挑战性，你不断的在脑子里输入新的东西，然后呢，你就会特别对这个感兴趣。假如说老是画一个花头一个姿势，你发现刚开始很好奇，这画了几天呢，画了一段子会了，无聊，没意思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把咱们学的东西也要转化。来，再加，因为本身这个品种也很多，来向上走啊，笔尖要加强啊，我们再来向上走，来一个啊，所以你就根据你自己的性子来，诶，性子着急啊，写意程度稍大一点草一点没问题啊。哎，你说我就喜欢慢慢的画，哎，你就画的慢一点，没关系啊。
再来重新过渡，水分要控制好，画的时候要有耐心啊！一会儿我们一画叶子就很兴奋的，因为叶子一画好就快完成了，是吧？再来啊，毛笔入纸侧锋，看见空隙你就填，侧锋用笔向外滑，笔尖拐过来再加一笔啊！以后就是你怎么痛快怎么画。画国画就是这样啊，来，你看给它画一画啊。有时候你不是那个拿捏的性格，你真是在那拿捏着画会很难受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再往这儿来啊，过渡好。好，我们再往下来，水分控制好，吸大了就吸掉。再来啊，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粉色的魅力啊，牡丹红，一定要注意，画不好了可能会画俗，所以说不要来的太过于浓重啊。笔尖又上来了，是吧？你看包一包，好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再接着来加毛笔入纸啊，侧锋你可以向外翻，拐过来，是吧？小小的花瓣，一会儿咱们一圈一圈就打出来了。再来过渡粉粉嫩嫩的啊，今天让这个牡丹红，让这个玫瑰红展示它自个的风采。这里呢，我们再来侧锋运笔向外翻，入纸啊，侧锋向上提，向上提，包一包。有个歌咋唱啊？抱一抱是吧？包一包啊，我们来包，你包来，我包你啊。哎，就是这样，很有意思。你会发现，这个牡丹呢，在你手上一点一点像变魔术一样就呈现出来了，而且轮廓还很清晰。啊，你看这一层一层的，你说它咋会糊？纸张给力，我们的心也很给力。咱们的什么心呢？静心，是吧？啊，所以家人们画的时候啊，先开始不要着急，画浅牡丹就得慢慢来，画重色牡丹你可以潇洒走一回，是吧？画浅牡丹稍微咱们注意点。好，水分的控制。我们再接着往下，就是不管你的架子打成什么样子，你知道了解牡丹的结构就可以啊。你看我们来入纸了，拿起毛笔要放松，对啊，过来了，淡淡的粉粉的。好，在这里呢加一笔。好，我们入纸，侧锋我向外拖笔，点点点啊，点出什么呀？点出牡丹花瓣，是吧？你看啊，你看，点出牡丹的花瓣，它外围你让它参差不齐啊，你时而小心，时而放松，你不能画个牡丹，咱心里都绷得紧紧的，累呀，是不是？所以时而小心，时而放松的画，入纸来向上提，拿着毛笔入纸向上提，我包一包，包一包，来了。啊，你这个时候咱们虽然没像早上一样打框架，但是呢，我们也很明白，咱们画了几个花瓣啊，顺势就包了几下。哎，画一下啊，你看画成了个大长条，入纸啊，你可以稍稍加重。哎。好，我们再往上走。好，你看看啊，轮廓清晰不清晰？那我们就来破了啊！这个任务已经完成。你看看这些，你可以适当的给它来一些。你看入纸侧锋向下压，
你可以全当是这个花瓣啊卷过来了，离它比较远。啊，你看没挨着它。我们再来啊，毛笔入纸啊。好，在这里点开，点点大的，点一点小的。这个就是一腰部的花瓣，你看就这一点我们都看不上。我们看不上了怎么办呢？我们给它来切啊。对啊，看不上了就去收拾它啊，给它切掉。那这个我们接着往下来，毛笔蘸水，笔根蘸上底色。好，蘸上底色啊，一会儿我们再来。这个是玫瑰、曙红，过渡好。对，我们画的时候啊，不要着急，这点一会儿我们再补吧。咱们把这个大长条给它破开啊。毛笔入纸，走，想来花瓣内容多一点，你就用小笔触。好，大花瓣大笔触，侧锋运笔向上滑啊，走走。你画的这几笔就是为了让外围花瓣参差不齐。所以你画这几笔的时候要放松啊。好，那再来试试，来点一点，加点小花瓣，对不对？再来笔尖向上滑，笔尖加重颜色加稠，后两位颜色我们颜色要加重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可以做到填一下，毛笔中锋入纸，颜色啊，加重，不要用太大的水。画的时候要有耐心。对，我们每画一笔都得要明白啊，我们画的是什么，画的是哪个地方，是哪个部位。好，毛笔我们来蘸上水，来上3青，挂上3绿，笔尖我们调上胭脂。现在呀，我们来调一个底色，灵活画牡丹啊，灵活着来，你会发现非常舒服啊，你就没有格式，没有固定的格式。一旦有固定的格式，你每天在那背花瓣，背呀背，背呀背，脑子里都记下来了，再也变不好了啊。所以我们再往下来，刮掉多余的水分。接着呢，我们再重新蘸上底色啊。这个时候你可以稍稍的选择稍微抬高一点没关系。笔根多余的水分我们需要吸掉。啊，再来了啊，往下。这个时候你可以稍稍挂上一点胭脂，不要水分太大。水分一大，你调的胭脂又多，起了反作用。本身你画的好好的，这一加呀，哎，咋回事啊？糊了，咋回事啊？黑了，是吧？我们接着再来添加。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想灵活运用，还可以啊。我先加一个花瓣，我再给你说。毛笔入纸，你看侧锋运笔向上走，走走走，再走再走，大花瓣。画国画就是这样，非常有乐趣啊。我们要放松。好，一个。那这里如果说你真正的还想卷呢，你是不是可以再打2笔？也可以，很灵活。因为你已经把咱们的技法给掌握到位了啊，所以牡丹就往你心里头住了。住的时候不是死格式，而是说牡丹的结构啊，你把这个结构给它搞明白了，心里头稳了，
啊，老师，我心里头可有数，我才开始画的不太好，不灵动，不要紧啊，不灵动很正常，因为才学嘛。但是我希望这种灵活的画法啊，哎，慢慢的就在了朋友们的心里头都住下来了。你想往哪儿添上几笔，你会发现很有意思。好啊，我们再往这儿来。对，实打实的学，实打实的教，那朋友们就会学得快一些啊。好，往这儿再来，最起码你可以联想到，啊，这个牡丹是又卷了一下，本来可以不卷的，我们卷了一下。那卷了一下之后该怎么办呢？上面的不要管啊，你管它是个圆的、方的、三角形的，一律不管。我们再往下来啊，那我们毛笔再来蘸上底色，很自由。接着呢，我们过渡颜色，笔尖加强，红色过渡好。对，调色的时候啊，一步又一步。我们接着往下来，咱们在这里啊，毛笔入纸，又来一个小小的花瓣。你看，你想在这儿打几个卷的，你就打几个卷的，是吧？不想打，你可以直接就去画花瓣。好啊，在这里我们要来添侧锋向外滑啊，滑的时候要放松啊，这儿其他地方不要去管啊。但是你花瓣不离心呢，这个花心在哪？花心是在这儿，这个花头会开的不小啊。你看这儿画了之后，你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再来加上一笔，毛笔向外滑，向外擦一笔啊，走过来。有朋友说你这个有数没有数啊？当然我们是一边画一边去添了，正好呢是花无正形，是不是？不要是因为一打开手机一看，哎呀，这么个大花层怎么画呢？哪里太平去破哪里，这就是你画牡丹的乐趣，就在这里啊！去调整花头，你看这儿有没有太平啊？花心在这儿。你看卷了这么多的花瓣，千瓣万瓣不离心，在这儿包着了啊。好，毛笔侧锋向上提啊，向上提，让你的花瓣，哎，稍稍向上提，动一下，要破开。好，对啊，破开。那这上面呢，我们刚才都说了，咱们可能想以淡色来完成。你看，你把这个边缘处给它收拾收拾啊，大胆利索，放开画。拿毛笔试试啊，把毛笔上的这个有的这个色度你给它洗掉。来蘸点淡色，好，刮掉多余水分。每做一次都是这样的啊，我们来补了啊，就是这样，哪个地方我们需要加你就去加。咱们来试试啊，加哪里？你看，要加这个地方，这是之前的任务我们还没完成啊。加，你看这花瓣多淡，都是这白色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其他地方先不要管啊，能解决一点事情是一点事情啊，解决一点是一点啊，去给它添加，慢慢的你就画成个大牡丹了啊。毛笔入纸，你看这是不是白色的啊？这个边缘很白了，是吧？啊，这一点一会儿我们再去管它啊。
咱们再看看这个周边需不需要加。那我们都知道哪里太平破哪里，我是一边给家人们讲，我一边也是在往上添加。哎，这个地方需要来点，这个地方需要来点，成了。你想画千层牡丹，那你的花瓣就多起来了，跟咱们早上画的就不一样了啊，就有区别了。啊，乍一看区别还挺大。早上啊就画了简简单单的几个花瓣啊，没有2个花头。你看，我们一会儿再强调一下。哎，想把它打开，因为今天呢计划画3个花头就可以了。我用的这个啊，来向外滑，我用的这个纸是个3尺的纸，所以啊，你画到这一步的时候，你要往周边打开了。好了啊，周边打开，你看这个也要周边打，你看，来，太短了，太短了，打一下，特别灵活，延长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再来啊，哪个地方太平了，你就去稍稍的给它加强一下。你说说，如果说你硬照着临摹，是不是不好临摹？但是你听了课之后呢，你会发现，诶，就是这儿加了一笔，那儿加一笔，成了。啊，这个方法我们还是要学习一下的啊。你看，在这儿再来添几笔，花无正形，那你这个大花头3言2语都给它画好了啊，画一步说一步。你看笔尖我们再来蘸点淡色，一会儿我们来点上花蕊。我们再往这儿啊，来，笔尖过渡好，加强。这个地方来，我给它来加点层次，笔尖淡淡的颜色，稍微补一补。啊，你的这个花头画出来之后，它会很立体，但是呢，它又不是说立体的很啊，看起来硬邦邦的啊，它不会说是看起来特别的硬啊。功夫下到了，对，不会说太硬。看这个地方，那我们画到这里啦，我们就来给它收拾收拾啊，咱们给它点点花蕊啊，用这个花蕊来点一下啊。毛笔入纸，我们常说的花蕊啊，在这些地方啊也来点，在它们的夹缝处啊。再接着往下来啊，在这里点一点啊，深色的地方你都可以点。啊，你看，让它乱而不乱，是不是？好，在这儿啊，再来几个花蕊，笔尖，再来一点颜色，再添，别让它成组一组一组来的特别整齐啊。对啊，再往这儿来添一添。别让它1、2、3、4排整齐，你可以让它有个聚散关系。毛笔我们再来蘸上底色。如果说你真是想改变的话，也有机会改变啊。好比说，你说你这个是粉的，我想画个再浅一点的，行吗？可以的。那我们在这里面稍微加点颜料吧。啊，咱们也来个灵活运用。啊，我们就用一点
鹅黄吧。啊，一丁点就可以了啊，用料不太多。我们再用一